文王四乳，韩信方刚，项羽双瞳，刘备双臂过膝。佛有马殷藏相，头顶肉髻。古人说天生异象必有异禀，其人必有异象。古今很多超凡之人都长有异于常人的相貌，这些相貌又都代表着什么呢？你身上有没有哪些异象呢？历史上很多的帝王和者圣贤都有着天生异象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古象篇》中提到，传言黄帝龙颜，颛须带干，地库骈齿，摇眉八彩，顺目重瞳，鱼耳三漏，汤壁在肘，文王四乳，武王望阳，周公背履，高尧马口，孔子反语。像这种异象有这么一两样已经是天赋异禀了。而根据佛经上说，佛有32相，除了一些明显的外表上的相，还有一些隐秘不易显现的相，还有80种随行好。这80随行好是将32相中一些细微之处显示出来，也就是对32相的细节补充。由于这80种好是随32相而有，所以称为80随行好者，些相都是功德圆满的表现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好的相貌都是修来的。大乘百福庄严经中说，每修100福才庄严一相，100个福才有一个相，所以拥有32相就要修3200个福。菩萨修行要经过100大劫才能成就这些好的相，而佛陀修行精进，经过91劫才获得这圆满相。关于这32相80种随行好，各部经典记载都有所出入。总结了一下，大致就是包括了身形、五官相貌、筋骨、皮肤，连牙齿、头发都长得非常好。佛不仅五官端正俊美，皮肤光滑红润洁净，他这皮肤好到什么程度呢？连一丝灰尘都沾不住，就连蚊虫想叮咬都下不去脚。身材很健壮高大，上身犹如狮子一般威武，而且它的毛孔还会散发出香味，眼睫毛像牛睫毛一样又密又长。不过这点现在女孩子涂点睫毛增长液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。佛还有梵音相，就是说他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好听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他一说话你就愿意听，就像有一种魔力一样，不管他说什么你都没有抗拒，就像天籁一样。除了这些好的相之外，这32相中还有一些异相，比如头顶隆起的肉髻。我们看佛的造像，头顶上有一圈一圈的发髻一样，那个可不是头发，是肉。楞严经称之为无见顶相，就是看不见脑袋顶。而孔子和佛刚好相反，他的头顶是四周凸起，中间凹陷下去的，就叫梵语，也是看不见头顶。历史上还有一个人，头顶也是异象，这个人就是隋文帝杨坚。话说这个隋文帝长相奇异，奇异到陈后主看了之后狂吐不止。《资治通鉴》曾记载，陈朝德元年间，陈后主听说隋文帝相貌异于常人，心中好奇，于是再派使臣出使隋朝时，命他画一幅隋文帝的画像带回。使臣回去后呈上画像，陈后主迫不及待打开一看，瞬间脸色大变，狂吐不止，并说道：吾不遇见此人，就是太辣眼睛了，实在是看不下去，马上命人将隋文帝的画像给扔掉了。关于隋文帝的长相，隋书里是这样记载的：杨坚为人龙汉，额上有5珠入顶，目光外射，有纹在手曰王，长上短下，审身严重。意思就是说，杨坚额头有5个隆起，直伸头顶，像龙一样的鼓包。香书上对这种头顶有肉凸起的长相叫做龙颜带干。
带干就是指头部有肉凸起，如干戈对立。传说颛顼帝也是这种长相，再加上隋文帝目光犀利，让人不敢直视。他手掌心的纹路还有一个王字，身材上长下短，这比例貌似不太好啊。像这种身材比例异于常人的，还有佛的32中一项，叫身纵广相，就是说佛的双手张开，这个宽度和身高一样长。这就又涉及到佛的另一个相，双手过膝，就是两只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指超过了膝盖。据说刘备也是臂长过膝，《三国志》中形容刘备说，身长7尺5寸，垂手下膝，故自见其耳。就是说刘备不仅手长过膝，耳朵大到自己都能看见，这个跟佛耳类似，又长又大。在面相学中有两耳垂肩，贵极天年，耳垂有珠，衣食有余的说法，意思就是说耳朵大且有肉，代表为人聪慧，心地宽和；耳垂后有肉的人，个性乐观开朗，晚年运势多，富足无忧。耳珠朝向嘴生长的人，更是福寿之乡。在中医理论上看，耳朵对应肾，耳朵大代表先天肾气足。至于臂长过膝，在古代史书中，这一身体特征却被作为帝王之相，出现的频率极高。《晋书》记载，晋武帝司马炎发尾帝手过膝，后燕皇帝慕容垂手垂过膝，前秦皇帝苻坚臂垂过膝。此外还有前赵帝刘耀、陈书记载中的陈武帝陈霸先、陈高宗陈所，周书中记载的北周文帝宇文泰等，都是臂长过膝，好像这臂长过膝是帝王的标配呀。再来说说这些意象中的眼睛吧。史记中记载，项羽是个重瞳，也就是双瞳，就说是一只眼睛里有2个瞳孔。除项羽外，历史上有记载的重瞳的，还有3皇5帝之一的虞舜、南唐后主李煜、北齐皇帝高阳等。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在面相术中，把看眼睛作为看人本质的重要判断手段。孟子说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恶。”就是说，这个人的眼眸眼神可以泄露一个人的本质。史记上记载，夫越王为人长颈鸟会，应是狼部，可与共患难，而不可共处乐。应是就是说，眼睛像老鹰一样炯炯有神，目光犀利；狼部就是像狼一样走路。当年吴越争霸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，困于会稽山。勾践听取了文种和范蠡的谋略，向夫差求和，甚至低三下四的为夫差做牛做马，受尽屈辱，忍辱负重，最后终于得到夫差信任，放他回国。回去后，越王卧薪尝胆，并最终打败吴国，结果转头就要杀掉为他打拼的功臣。幸好范蠡深知勾践为人，功成身退，可惜文种没有范蠡的先见之明，结果被逼自尽。还有一种是狼顾之象，就是狼回头。据说狼可以肩不动，头就可以旋转180度。据说司马懿就有狼顾之象。如果说一个人有应是狼顾之象，就是指这个人暗藏野心，心狠手辣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还有一种瞳人，很靠上或者很靠下，看上去是3面的眼白，很多就称之为3白眼。相学上认为3白眼的人冷漠无情。古人说神仙的瞳孔是蓝色且方形的，那么在佛的32相中也有一相也是说眼睛的，就是说佛的眼睛是干青色的。干青色是一种什么色呢？就是一种深蓝中透着一点紫，并且佛的眼睛清澈有神，人的眼是一个人的精神所在。眼睛清澈有神的人，说明精气神充足，内心正直坦荡。
这佛的意象，还有这眉间白毫香，就是指两眉之间有一缕白毫毛，这毫毛中空外白，光洁如雪，柔软又旋，身直长1丈5尺，还能放光。还有这佛的舌头也异于常人的，又长又宽，伸出来可以盖住脸，手指纤长，指尖还有连接，张开来就像蹼一样。这些意象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还有一些意象是比较隐秘的，比如佛的32相中的一相叫做马阴藏相，就是说这个佛的生殖器官像马的生殖器一样隐而不见。慧命经里说马阴藏相者归如前焉，缩而不举。佛经中说这个香是断除色欲的功德所成的。还有更令人费解的，比如文王四乳、韩信方刚。文王四乳就是说周文王长了4个乳头，实际上这个文王四乳最初的意思是说太姒与周文王生育有一乃同胞4兄弟，即武王发、周公旦、康叔封，然记载，而被后世误读演绎成了一种意象。再说这个韩信方刚这个事，就是说韩信的肛门不像普通人是圆形的，而是方形的。那么如果这个事是真的话，试问这种隐秘的事，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所以为显示这些帝王圣贤的与众不同，而增加一些传奇色彩，就对其相貌进行了一些夸张的延伸，就像这佛的32相80种随行好一样，也是各种经纶说法都不一样。大概佛也早就知道自己当初不许人们为他造像，后世之人一定会对其相貌添油加醋的神话和演绎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中说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，不可以以32相见如来，就是叫世人不要这相，不要看到这些形象就以为是佛本身了。32相再好，也不是佛的法身，所以他老人家到底长什么样，又有什么所谓呢？而我们对于古圣先贤们的崇拜，也不是在于这些表象，而是他们精神质量以及智慧的感召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